小顧總，衣服怎麼辦？小顧總，客戶還在等我們。有没有備用的禮服？備用禮服送過來最少20分鐘，根本来不及啊！不想走光就別動。你誰啊？一个送外的瞎湊什麼熱鬧？別在裡添亂。這件禮服採用的是斜裁工藝，現在的受力點全壓在破裂的腰側，你只要再往前2步，整條線就會徹底崩盤。你看得懂禮服結構？簡單縫合不難，難的是不留痕跡。給我3分鐘，我試試。3分鐘？你以為你是國際高定大師嗎？你個送外賣的能懂什麼事？閉嘴！別用你那雙勢利的眼睛隨便看不起人。倒計時開始。這怎麼可能？居然一點破綻都沒有！你這不是修補，你是在短短3分鐘內重新賦予了這件禮服生命。裂口既然藏不住，就順勢讓它成為最高明的設計。一個外賣員竟然藏着這樣的神仙手藝，你到底衣服沒事了，我先走一步，這單快扣錢了。你叫什麼名字？小顧總，這小女孩的眉眼跟您還挺像。怎麼樣？有沒有感覺不舒服？醫生，再給我2天，剩下的錢我一定想辦法湊齊。賣了瓶子就能湊夠手術費了。小姑娘，你怎麼又來了？叔叔，我不鬧事，我撿完就走。這裡是辦公區域，你不能在這裡撿瓶子。我的瓶子，我的瓶子！顧董，對不起，這個孩子連續幾天在集團門口撿瓶子，我馬上把他趕走。連續幾天？奶奶，對不起，我把瓶子撿乾淨，馬上就走。這小丫頭，媽媽，對不起。怎麼長得跟明宇一模一樣？這小丫頭怎麼長得跟明宇一模一樣？走走走，等一下，小姑娘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念念。今年幾歲了？8歲。這雙眼睛簡直一模一樣。你為什麼來這裡撿瓶子？我要湊錢。醫生說我的心臟有一個洞，要是再不做手術，以後可能就醒不過來了。念念，媽媽，你怎麼跑到這裡來了？媽媽找了你一下午，知不知道我有多擔心？媽媽，對不起，我想撿瓶子賣錢，這樣就能湊我的手術費了。手術費的事兒，媽媽會想辦法。以後不許再一個人跑出來，聽見沒有？趕緊走吧，衝撞了顧董，你們賠得起嗎？顧董事長，您是顧董事長，那您一定能幫我聯繫到周承安，他就在你們設計部工作。你找周承安？對，我女兒等着做手術，我必須馬上見到他。周承安不僅設計部的核心骨幹，還是娜娜即將訂婚的未婚夫。他是你什麼人？他是我的丈夫。丈夫？你丈夫？我看你是想錢想瘋了吧？周經理可是顧董的準女婿。這不可能！你確定自己沒有認錯人？同名同姓的人不少。您看，這就是周承安，他親口答應過我，只要他在公司站穩腳跟，就立刻湊錢念念治病。可現在我怎麼都聯繫不上他。確實是周承安。顧董，求求你，念念的手術不能再拖了，求您幫我聯繫他。你先起來，事情還沒有查清楚，我現在就給他打電話。我也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。顧小姐，這是周先生特意為您準備的。承安，你對我可真好，我媽這下總該放心把我交給你了。我努力這麼多年，就是為了讓你過最好的生活。顧董，你現在在哪裡？我正陪娜娜吃飯，順便商量訂婚宴的事情。是不是公司出了什麼事？設計部的一份參賽稿出了問題，你媽媽讓我馬上回去處理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不用。承安，你是不是有事瞞着我？真沒事兒，我先去處理一下。你說你結婚7年，為什麼孩子已經8歲了？你和周承安到底什麼關係？不要臉！以後我沒你這個女兒！之一，你把上大學的名額讓給我吧。只要你把名額給我，咱們立馬領證。不然這孩子連戶口都沒有。那咱們只能協議結婚。孩子上完戶口，咱們就辦理離婚。然後呢？他上了大學之後，他說學校不允許大學有孩子，說是等畢業之後才能給孩子上戶口。所以你就供他上了4年大學。那孩子現在的戶口上了嗎？他上學的時候學校不允許，上班了又說公司不允許。他的學費、生活費、房租，這7年每一筆轉賬都在這裡。1個月前，念念被查出心臟病，做手術需要3萬塊錢。以他現在的薪資水平，3萬塊根本算不了什麼。我求他拿3萬塊先救救念念，可他說他手裡1分錢都沒有。沒錢？
程安，我求你救救念念。不是不让你来这里吗？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程安，我给你转了这么多钱，我求你把钱还给我。你看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设计比赛，第1名奖金3万，到时候就有钱给念念做手術了。所以他让你帮他参加比赛。为了念念，我熬了整整半个月，从服装主题、版型結構到面料和細節，我改了一遍又一遍。設計稿完成以後，我第一時間交給了他。這是我最後的希望了，你一定不要騙我。設計稿交出去之後，他就聯繫不上了，電話不接，微信不回。你沒有接受過專業教育，怎麼能獨立完成一整套參賽設計？我雖然沒上過大學，但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。你確實很有天賦。這些年，我一邊打工，一邊看書學設計。買不起散料，我就撿化妝廠剩下邊角料；買不起人台，我就把舊衣服一件件拆開，研究它們的版型和結構。沒有地方畫圖，我就用廢報紙練習。多少專業的人都沒你這個心氣了。這是我唯一會的東西了。我想着自己多學一點，就能給念念多攢出一點來。可我現在卻連最後的3萬塊都湊不到。你替他完成的那套參賽作品叫什麼名字？木棉。木棉？你說什麼？木棉的設計稿是你畫的？是。從最初的設計靈感到版型結構、面料搭配和所有細節，都是我一點一點琢磨出來的。木棉是雲長集團上個月的主推款，這套作品不僅讓集團銷量大增，還拿下了全國服裝設計金獎。全國設計金獎？沒錯。可他跟我說，那只是一場公司內部的小比賽。他說第1名的獎金只有3萬。他騙了你。從頭到尾都在騙你，木棉的獎金根本不是10萬，那是多少？50萬。50萬？這筆獎金半個月前就已經全額打進了周成安的賬戶。他明明有50萬，卻連3萬塊手術費都肯給念念。他一邊拿着我的設計成果領獎，一邊拉黑我。我已經調出了集團的獎金發放記錄，獎金的確在周成安賬戶裡。這樣的人竟然還想娶我的女兒。我倒要看看準備怎麼解釋。顧董，您找我，是不是新項目有什麼安排？你先看看那邊坐着的人，認不認識？閉嘴！我根本不認識你。顧董，我不認識他們。周成安，你敢說不認識我們？這位大姐，我可是雲龐即將上任的設計部經理，我怎麼會認識你這個鄉下來的？周成安，你看清楚了再回答。是他，顧董，是這個瘋女人一直糾纏我。8年前，她未婚先孕，一個人帶着個拖油瓶在鄉下，連戶口都上不了。她跪着求我跟她假結婚，我當時心軟，看她可憐才答應幫她。現在看我進了雲長，前途無量，她就帶着這個拖油瓶找上門來訛錢。我就纏纏你，難道不是嗎？顧董，您千萬別被她這副可憐相騙了，她就是個吸血鬼。哼。你說他騙你？民政局的鋼印信息難道也是他偽造的？民政局的鋼印信息難道也是他偽造的？結婚是真的，但那只是我做善事幫他落戶口啊。顧董，我馬上就要和娜娜訂婚了，他就是想趁機毀了我。做善事？8年前是你為了我的大學名額發毒誓說會給念念落戶口，結果你一拖再拖，騙我像個傻子一樣養了你整整7年。我把心掏給你，可你呢？你明明拿到了50萬的獎金，卻連3萬塊錢都不肯施捨給念念。你胡說！你這個瘋女人，滿嘴謊言！我胡說？好，一共10萬，這是你大學4年每一筆學費的繳費記錄。我從來沒有拿刀架在脖子上逼過你，是你自己蠢，是你自己願意倒貼。你這種鄉下來的黃臉婆能拿錢供我是你的榮幸，你竟敢還跟我算賬。你這是承認花了沈之意的錢了？錢你拿了，他的大學你上了，工作你也有了，但是你答應的事情一件沒做到。顧董，您聽我解釋，這個女人就是故意算計我。顧董，我周成明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是我一個人一點一滴打拼出來的，跟他這個村沒有任何關係。那木棉呢？木棉的設計真的是你原創的？這套作品是我閉關3個月，獨立原創設計完成。你撒謊！這明明是我媽媽畫的，我親眼看到媽媽一筆一筆畫上去的。你是個壞人，小偷！你胡說八道什麼？快打120！這胎記怎麼會？這胎記怎麼會？張
相一樣，胎記也一樣，難道念念真的是我的親孫女？念念，不能再等了，馬上送醫院！這顧董，你的賬，我回來再一筆一筆跟你算。顧青蘭一向冷血，為什麼會突然這麼緊張這個來歷不明的孩子？到底哪裡出了問題？醫生，快救救他！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樣了？孩子暂时抢救过来了，这次急性衰竭非常危险，必須盡快安排修補手術。走，醫生，我馬上去湊錢，求求您先救救她。醫院有硬性規定，這種大型特大手術，手術前必須先繳清相關費用，我們才能調取進口耗材。我現在手裡還差2萬塊，醫生能不能再給我一點時間，哪怕1天就好？不用等了，念念的所有治療費、手術費，包括後續的 VIP 康復費用，全部由我個人承擔。顧董，立刻去安排心外科最好的專家團隊準備手術，錢的問題不需要他再操辦操心，明白？我馬上通知心外科準備連續會診。顧董，謝謝您，這筆錢我以後就算做牛做馬，也一定1分不少的還給您。先救孩子，其他的事情我們以後慢慢說。怎麼樣，醫生？放心吧，手術很成功。謝謝。之意，我現在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必須問你，什麼事？念念的親生父親到底是誰？念念的親生父親到底是誰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自己懷胎10月生下的孩子，你會不知道父親是誰？8年前，為了湊夠學費，我去一家高檔酒吧做兼職。那天晚上，我路過走廊，突然被人拖進了一個沒有開燈的包間，裡面太黑了，我什麼都看不到，也掙脫不開。那個人神志不清，最後我只從他身上拽下了這個東西。這不是明宇22歲生日那年，我親自找意大利工匠為他獨家定制的袖扣嗎？老同學，我現在需要動用你的最高權限，幫我一個忙。什麼事兒還需要你這位雲瞻董事長親自打電話？馬上幫我安排做一份最高級別加急親子鑑定，這件事絕不能讓第3個人知道。真相到底是什麼？必須讓明宇立刻滾過來當面對質。要不是您及時送他來醫院，還替我們墊付了手術費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報答您的救命之恩。不用謝我，你放心，這筆錢我會盡快的還給您的。這筆錢不用你還，如果我的猜測是真的，救他本來就是我的責任。猜測？顧董，您這話是什麼意思？媽，您大半夜喊我來醫院幹什麼？媽，您大半夜喊我來醫院幹什麼？你先給我看清楚這個。這枚袖扣怎麼會在您手裡？8年前奪走我一切，讓我墜入地獄的那個男人，竟然真的是他。既然拿到了你的東西，請你離開，這裡不歡迎你。之意，你先冷靜一點，我們不是要傷害你，但是念念很有可能就是明宇的親骨肉。顧董，很感謝您為我做的一切，但是如果你還有別的目的，請你離開，我會盡快湊錢給你。8年前，你也在那個酒吧，對不對？念念從出生就沒有爸爸，你們要是想仗着手中的權勢硬把念念搶走，那就先從我屍體上踏過去。青蘭，明遠，加急結果出來了。这99.99%，念真的是明遠的女兒，她真的是我流落在外的親孫女兒。我真的有孩子了，這是我親自盯着機器做出來的，絕不會錯。對不起，8年前我是被人設計，不知道你懷上了我的骨肉，讓你受了很多苦。但現在既然我知道了，我就絕不可能繼續裝作什麼都沒發生。你要是心裡還有一點愧疚，就離我們遠一點。我不會讓你搶走念念的。你先老道，你放心，我絕對不會利用顧家權勢把她從你身邊帶走。我只想用我的一切來彌補你們母女受過的苦。之意，別怕，顧家雖然重視子嗣，但念念是你一口飯一口水養大的，沒有你就沒有這孩子的今天，我們不會把她搶走的。之意，等念念醒過來，我希望你能立刻入職雲環。我沒有學歷，您不用為了補償，這不是出自愧疚的補償。我親眼見過你的設計，這個位置不是我施捨給你的，是你憑自己硬生生的本事拼來的。我媽看人的眼光從沒有錯過，她看中你，
肯定是你值得。像你这么有天赋又努力的人，是我云环集团求之不得的稀缺人才。这个不要，其他的都包起来。这个包起来，这些也包起来。这个，顾董真太多了。这些可不是补偿你，你明天就要入职了。作为时尚总监，总归要有几件能穿得出门的衣服，这都是我这个老板应该做的。念念，快看看这是谁？媽媽，你好漂亮！你放心，念念雖然是顧家的長孫女，但是你不想去顧家生活，我也不會強行帶她回去。但是你現在要上班，就讓我照顧念念吧。顧叔叔是我的爸爸嗎？念念喜歡陸叔叔當你的爸爸嗎？陸叔叔不光人長得帥，還會耐心給我故事。念念想讓陸叔叔當爸爸。那就讓陸叔叔當念念的爸爸。你說了要照顧念念，可不是只是說說。不知道你們愛吃什麼，我就都帶了點。陸叔叔，媽媽說以後你就是念念的爸爸了。是，我是爸爸了。沈之意，你穿成這樣跑來公司幹什麼？上班。你穿成這樣跑來公司幹什麼？上班。上班？就憑你一個連文憑都沒有的村婦，穿身假名牌就跑來雲章集團？你能在這兒應聘個保潔，就算祖上積德了。之夜，咱們好歹夫妻一場，我今天就跟你交個底，也是為你好。你沒學歷，沒背景，就算運氣好混進雲莊，最多也就是個底層保潔。可我現在不一樣了，我已經是雲莊的設計部經理，只要再熬2年，總監的位置就是我的。你到底想放什麼屁？你現在就去頂層找顧董，跟他說之前在辦公室的一切都是你因為嫉妒我而撒的謊。你告訴他，木蓮這套作品是我們2個人共同設計完成的。只要你幫我度過這次危機，我絕對不讓你白幹。念念那3萬塊的手術費，我立刻打給你。而且，我還可以動用經理的特權，把你留在雲莊當個正式保潔，給你交5險1金，夠意思了吧？我還可以動用經理的特權，把你留在雲莊當個正式保潔，給你交5險1金，夠意思了吧？周承安，你是不是覺得我沈之意今天還能站在這裡呼吸，都得跪下來給你磕頭謝恩？沈之意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！當年你未婚先孕帶個拖油瓶，要不是我大發慈悲肯跟你領針，你早就被村裡人的唾沫星子給淹死了。大發慈悲？你的良心是被狗啃得連渣都不剩了嗎？你就是嫉妒我，你嫉妒我馬上就要迎娶白富美，嫉妒我馬上就要飛黃騰達。你一個沒學歷的黃臉婆，早就配不上我了，你拿什麼跟我鬥？配不上你？沒有我一天打3份工，你交得起大學4年的學費嗎？沒有我替你畫圖紙，幫你改稿子，你這種草包能混進雲莊的大門？你頭頂上的光環，哪一樣不是吸我的血換來的？那都是你自願的，沒人逼你供我上學，也沒人逼你替我畫圖。我能走到今天，靠的都是我自己的真本事。你的真本事？你身上穿的西裝，你坐的經理位置，還有木棉換來的那50萬獎金，哪一樣哪一分真正屬於你？沈總監，您終於到了，我們設計部全體都在等您視察。沈總監，你在叫誰總監？周承安，正式通知你，從今天起，沈之意女士就是我們雲莊集團最高級別的首席設計總監。因為嚴重違反公司紀律，已經被雲莊集團正式解雇，立刻收拾東西滾蛋！不可能，這絕對不可能！他連大學的門都沒進過，他憑什麼？熒幕棉這幅驚世之狀是他一筆一題一畫設計出來的，沈總監能不能勝任，是我和整個雲量董事會決定的，輪不到你一個剽竊狗在這裡指手畫腳。顧董，您不能只聽這個潑婦的一面之詞啊！一面之詞？公司技術部已經核對過木棉的原稿底文、修改痕跡的筆鋒以及加密原文件的生成時間軸，所有鐵證全部指向作品是出自沈之意之手，而你冒用他的名字參賽，獨吞公司給他的50萬巨額獎金，甚至在他女兒命懸一線，求你拿出3萬塊救命錢時，你冷血地將他拉黑。不是的，顧董，我只是那幾天手頭緊，暫時沒辦法周轉資金。沒辦法周轉？那你去寶殼地給娜娜買100萬級別的定制鑽戒，包住5星級酒店1層總統套房的時候，你怎麼有錢周轉？你不是沒錢，你只是從頭到尾都盼着那個無辜的孩子死。媽，你們剛才說的
全都是真的。娜娜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全都是误会，是沈之意这个恶毒的女人故意挑拨我们的关系。她大学都没有毕业，怎么可能懂服装会設計？是你，那个外賣員？媽，這就是我跟你說的那個外賣員。沒錯，他就是個外賣員，他說的話不能信啊，顧董。媽，你看這件裙子就是他只用了3分鐘完成的。所以你一直在騙我，當初就是看上你的設計才答應跟你訂婚的，沒想到竟然是假的。娜娜，看在我為你當牛做馬這麼長時間的份上，你幫我求求顧董讓我留下吧。你以為我是腦子裡只要戀愛的傻白甜嗎？我媽當年白手起家有多不容易，我有什麼理由把資源和時間砸在你這種人的身上？娜娜，保安把人給我扔出去！沈之意，都是因為你，我絕不會放過你。媽，快給我說說，我出差這2天到底發生了什麼？這麼牛的大神，你是怎麼請到的？就這麼被扔出來，周經理難道甘心？你想讓我幫你？難道你不想奪回自己苦心經營的一切？歡迎加入星耀，周經理，你在雲章內待了這麼多年，設計部裡誰是牆倒草聽誰的，新項目的核心流程怎麼走，最機密的客戶資料放在整個星耀，沒人比你更清楚。我要沈之意從哪裡爬上去的，就從哪裡摔下來。之意姐，已經有5家公司打電話過來要暫停合作了。先別急，我已經讓業內的朋友打聽過了，這些客戶全都收到了星耀的新報價。多少？整體比我們低3成。3成？再降3成，根本覆蓋不了人工、面料和生產成本。那星耀是賠錢幹，除非他們根本沒打算按照正常標準做。什麼意思？人工把老師傅換成實習生，工藝直接印花。可如果連這都不夠，那原料恐怕也有問題。他們敢在面料上動手腳？裡面看不見，直接往下做。這樣真的沒問題嗎？一個老師傅的工資能養3個實習生了。客戶既然想要便宜，那我們就給他們便宜。這些都是女裝，用戶根本不看質量，衣服不合身，他們只會找自己的問題。你們看，這是昨天廠家推薦的新面料，價格是咱們常用面料的1半，輕輕一下就撕毀了。這樣的面料怎麼能做衣服？周經理，新送來的那批面料到了，味道這麼刺鼻，這不是合同裡寫的那批料。當然不是，只要加了這個，就沒人能分辨出來。這些要麼是電商引流的衣服，要麼是員工制服、活動禮服，又不是什麼貴婦太太。別說比雲銀便宜3成，就是再便宜1成，我們照樣有利潤。雲山一旦跟着降價，要麼虧損，要麼只能跟他們一樣犧牲品質。今天降3成，明天降4成，最後比的就不是誰設計更好，誰的版型更舒服，而是誰更敢偷工減料。你的意思是放棄這些客戶？不，我沈之意的客戶哪有這麼容易被人搶走？娜娜，把雲商過去5年的客戶合同全部整理出來，尤其是那些最難伺候、要求最多、驗貨最嚴，甚至因為一點小問題就退過我們貨的客戶。你專門找這種客戶幹什麼？因為越挑剔的人越不會只看價格。我現在就去查。之意姐，這家不行。為什麼？他們不是挑剔，他們是變態。盛唐確實是業內出了名的嚴，就是他了，只有嚴格才能成為標杆。念念已經睡着了，還在改？不是已經畫了很多版了嗎？還不夠。哪裡不夠？盛唐旗下都是高端酒店，他們的員工每天要彎腰、抬手、端托盤、搬行李，制服不能只站着好看，得讓人穿着它工作10個小時，依然舒服。那就別把它當成一件站着穿的衣服。你剛才不是說了嗎？他們穿這件衣服是為了工作。跟着人一起動，一點轉到側腰，這樣彎腰的時候不會勒，站起來以後腰線又還在。看來我也不是完全不設計。你這是歪打正着。那沈總監是不是去睡覺了？改完就睡。那我陪你一會兒。肩膀一點都不卡，腰這裡也不勒。以前的制服蹲幾次，後背就一直往上跑。而且看着挺修身，穿起來倒比以前寬鬆。穿着舒服只是第一關，樣衣留下。面料成分、色牢度、耐磨、吸水率、接縫強度，我們全部都要測。洗滌測試也不會少，任何一項不達標，前面全部作廢。沒問題。快！今晚之前這3000套必須全部裝車。主管，這裡好像開線了，線頭剪掉。可是客戶又不會拿放大鏡看。怎麼回事？已經裂好幾件了。交易戶，快！相關問題制服已被警方及工商部門封存。所以這件事你最好自己處理乾淨。什麼意思？客戶合同是你去談的，
偷工減料的生產方案是你定的，那批連 C 級都不讀的毒面料也是你親自換的，等着收警方的傳票和天价索赔的律師函吧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你们这套制服的几個關鍵數據比我們原定的驗收標準還高，比標準還高。沈總監，這套制服我很滿意。盛壇旗下12家酒店，新禧季度全部員工制服由雲雙負責。沈總監，已經有4家公司想恢復合作了，還有2家問我們原來的報價能不能繼續。信耀一出事，全想起來我們了。先不着急接待，把所有客戶約到1周後的新品發布會。請配合相關核查工作。是他呀，之前那批待核查的制服相关事是他牵头負責的，这下不好办了。让我们再次祝賀雲莊集團首席設計總監沈之怡。大家好，我是沈之毅。各位手中拿的是雲商的原料，一件衣服到底值多少錢，不應該只看報價單上的數字。雲長不會保證自己永遠是市場上最便宜的，但我可以保證，從雲長出去的每一件衣服都對得起客戶付出的每1分錢。念念，慢一點！媽，我現在已經可以跑了。醫生只是說可以適當運動，沒說可以把爸爸甩在後面。誰讓爸爸跑得這麼慢？好，是爸爸輸了。那我要做3遍旋轉木馬。3遍？不願意就算了。願意，30遍都陪你。爸爸媽媽，我們一起去。我曾經以為只要付出的足夠多，總有一天會有人看見我。後來我才明白，真正讓我被看見的，從來不是任何人的施捨，是我自己。